1942年2月，墨西哥农民 Dionisio Pulido 以为自己听到了从玉米田里传来的雷声。不过，雷声并非来自天空，而是源于一道巨大的冒烟的裂缝，从中正在喷出气体和岩石。这条裂缝后来被称为帕里库廷火山。在之后的9年里，它的熔岩和火山灰将会覆盖2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但是，这座新的火山从何而来，又为何出人意料的喷发呢？任何火山的故事都得从岩浆说起。通常，在形成这些熔融岩石的区域，海水能渗入地幔，降低地幔的熔点。由于3个地质因素之间的微妙平衡，这些生成的岩浆通常会留在地表之下。第一个因素是岩石静压力，也就是地壳重量将岩浆向下推的力。岩浆对此产生反推力，即第二个因素岩浆静压力。这场力的较量会压迫第3个因素地壳的岩石强度。通常，岩石足够坚固、沉重，可以让岩浆保持在原位。但是当这种平衡被打破，就有可能产生爆炸性的后果。火山喷发最常见的原因之一是岩浆静压力的上升。岩浆里含有各种元素和化合物，其中许多都溶解在熔融的岩石中。达到一定浓度之后，水或硫这类化合物将不再溶解，而会形成高压气泡。当这些气泡到达岩浆表面，就可能会以枪击般的力度爆裂。当成千上万的气泡同时爆炸，其能量足以将火山灰的烟柱送入平流层。但在爆裂之前，这些气泡就像是摇晃过的汽水里的二氧化碳。它们的存在降低了岩浆的密度，增加了向上推动地壳的浮力。许多地质学家相信，这就是墨西哥帕里库廷火山爆发背后的过程。这些上浮的气泡有2个已知自然成因。有时从更深地底产生的新岩浆会额外带来气体含量丰富的化合物。不过，当岩浆开始冷却时，也可能会形成气泡。当处于熔融状态时，岩浆是溶解的气体与融化的矿物的混合物。当熔融的岩石变硬，其中的一些矿物会凝固为结晶。这个过程并不会吸收多少溶解的气体，这导致了能形成爆炸气泡的化合物浓度升高。然而，并非所有火山爆发都是由岩浆静压力上升引起，有时候上方岩石的重量可能会降低到危险的程度。山体滑坡可能会从岩浆房上方带走大量岩石，这降低了岩石静压力，并会立即引起火山爆发。这个被称为泄荷的过程是无数火山爆发的原因，其中就包括1980年圣海伦火山的突然爆发。但是，侵蚀作用或者冰川融化也可能在更久的时间里逐渐造成泄荷。事实上，许多地质学家担心，由气候变化导致的冰川融化可能会增加火山活动。最后，在岩石层强度不再足以抑制下方岩浆的位置，也可能发生火山喷发。通过热液识变过程，从岩浆中溢出的酸性气体和热量可以侵蚀岩石，逐渐将坚硬的石头变成软质的粘土。岩石层也可能会被板块运动削弱。地震会制造出裂缝，令岩浆逃到地表。当大陆板块远离彼此时，地壳也可能会被拉伸变薄。遗憾的是，了解火山爆发的原因，并不会使预测火山喷发变得更容易。尽管科学家们可以大致测定地壳的强度和重量，但由于岩浆房的深度和高温，测量岩浆静态压的变化非常困难。但是火山学家们在不断探索新技术，以攻克这种岩石地形。热成像技术发展已经能让科学家们探测地下热点。光谱仪可以分析从岩浆溢出的气体，而激光可以精确追踪上升的岩浆对火山地形的影响。
但愿这些工具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蠢蠢欲动的火山以及它们的大爆发。准备好继续学习了吗？观看这些视频，挑战您的认知，或者掌握您所不知道的知识。订阅并保持好奇心，